青春没有售价，飞机直达拉萨。我们这个吃完饭之后，还是带杨四儿来医院了，开始爬楼。对，我现在高反非常严重。我们从五湖那边就是珠峰方向。对，我们看到了珠峰，我们在加油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20，我们还是没有住进酒店，发生什么情况，王哥？在这里我要点名道歉 diss 一下那个网 APP 啊，这个太恶劣了，只能说来这一趟西藏，啥事儿都让咱哥4个碰上了，反正也是人生一种新体验。明天8点还得起早赶路，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。今天是 day 5，不记得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前往冈仁波齐，世界的中心冈仁波齐山。世界中心铁岭，没毛病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中巴县吃一个午饭，回复一下体力，状态怎么样？好。看来我们刚才在前往冈仁波齐的路上吃完午饭，感觉恢复了很多的体力。现在我们继续前往冈仁波齐，现在还需要300公里，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。希望我们一切顺利。这个上非得要到这个上锁的上厕所里面上厕所，卡的窗口出不来了。OK 的，叫不出来。你要感谢杨四儿给你救出来了。进入阿里地区之后，路开始变得很长。这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窗外大多是无人区。在到冈仁波齐之前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行程，但慢慢的我们发现，最打动人的是这一路的风景，而最美的风景就在路上。在前往冈仁波齐的路上，我们再一次遇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雪山。现在我们已经快到冈仁波齐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哪个错来着？后期的我再加上。现在近距离观察一下纳木纳尼峰，等一下我们再去另外一个机位，会有更好看的风景。感觉如何？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位，可以拍纳木纳尼峰还有冈仁波齐，可以同时拍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等一下日落，现在这个光还是有点太强了。I couldn't hide my stupid smile. A Friday night after the game, your blue eyes stole my heart away. Yeah. 纳木纳尼峰，藏语里的圣母之山，它和神山冈仁波齐隔湖相望。这片荒原不需要过多的解说，站在这里，你只需要呼吸，还有感受。人类世界很嘈杂，但这里只有风，而这正是我们哥几个跨越千里想要找的自由。Dreaming with every breath I breathe.
现在我们开始去住宿的地方。 Just my bones, my mind. Now I'm dreaming with every breath I breathe. 点饭结束，特别漫长的一天，然后现在吃2饭。杨子浩最幸福的人，兄弟。杨子浩跟Sean他们在酒店，他们不想吃饭。然后明天我们会开始往拉萨开，加油！哎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是 Day 666，最后一点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往拉萨开了。然后这2天我们一直饱受这个缺水的这个困扰。然后今天Sean一下子搜刮了这么多水，今天不会缺水了，今天冲吧，加油！好，我们现在第一个点就是冈仁波齐大本营，然后我们要近距离观看一下冈仁波齐峰。这个是纳木纳尼峰，跟昨天下午看到的景象又不太一样。然后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，不知道是纳荣措还是马旁雍措，但是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冈仁波齐峰。今天这个时间点来得很好，这个时间点的观景台很漂亮，这个纳木纳尼峰，今天天气也不错。燃烧吧，点一下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冈仁波齐峰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开差不多1个小时过去，才能更近距离看到。但是我们这边应该是拉阳措还是这个另外一个措？是那个。现在我们的摄影师正在进行一个乐于助人的活动，帮别人拍照。今天是这个第6天啊 ，Day 6。至于为什么说昨天没有这个 Day 5的视频记载呢？因为昨天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友好，有点微死。然后现在是第6天的中午，我们先来冈仁波齐大本营吃一个方便面泡面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在冈仁波齐拍点照，然后就开始往回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世界中心冈仁波齐。今天天气特别好。从拉萨出发，一路向西1500公里，我们终于抵达了世界中心冈仁波齐。这里是我们此行的最西端，也是很多信徒一生中一定要来朝圣的神山。看着那些虔诚的转山者，我突然明白，世界中心从不是一个坐标，而是你此刻内心中最向往的远方。放到桌子上，然后一群人围在桌子旁边讨论嘛，就是几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从冈仁波齐开始往回走，往拉萨方向走。今晚可能要住基隆，可能要开大概9个小时，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挑战性的一段路程了。今天一直在赶路，但是其实路上风景还是特别好。现在是 Day 6的晚上10点10分，我们大概还有2个小时，2-3个小时到住宿的地方。今天赶了特别多的路，今天开了600公里，累了。经过10个多小时的驾驶之后，包括300多公里的夜间行驶，我们终于600公里干到了这个。是哪？这是吉隆县，睡觉了。大资本。昨天我没喷你。请问资本的特征是什么？这是坏。等一下，先录一下。今天是 Day 7。
然后现在这个双阳跟杨德浩在吵架，双阳说杨德浩是资本，因为杨德浩帮忙压价这个定的住宿，帮忙砍价，成了资本了。资本。我们现在在前往日喀则的路上，今天能见度特别好，看到这个雪山。开了3个小时，终于来到了去日喀则最后一个点，叫浪措。天气挺好的，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观景点，这边看起来有点一般。踏上返程后，归途的心境比去程更加辽阔，身体已经适应了海拔，我们也卸下了赶路的焦灼，而唯一不适应的是即将离开的不舍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加油站，还有150公里到日喀则。好，经过8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日喀则。第7天由麦当劳结束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第8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吃一个午饭大盘鸡，还是我们第1天来日喀则的那个餐厅，回味一下。然后今天再次有新的剧情了。今天我愿称杨四儿为帅如杨奇，杨四儿为最硬的男人，硬扛了坦克300一辆车。我们现在在往拉萨的路上走，然后路过这个马拉水库，但是这个天有点阴，看不到那个蓝色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卡罗拉冰川的山脚下，非常震撼，跟一般的雪山确实有区别。后面杨泽浩模特正在进行拍照，然后这个卡罗拉冰川确实跟雪山很不一样。感觉就很不一样。现在这个光影条件也特别好，然后我们要在这里短暂休息一下，观赏一下。这是喜马拉雅山脉中距离公路最近的冰川之一——卡罗拉冰川。它位于海拔5560米的山口，然而全球变暖也让这片冰川在逐年缩减。你可以不用那么对称。来，上最帅的一集啊！哎，我的这个价光挺好。我们现在要去羊湖，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站，应该也是我们户外的最后一站。现在我们在去拉萨的路上，然后我们会路过羊湖，羊湖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景点，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
现在我们终于到了这个阳湖观景台，但是这个时间有点晚，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路上这个风景还是更好一些。这也是我们最后一个户外的景点，然后晚上我们就要到达拉萨，结束我们的旅程。这两个绿巨人说他们要把车给拉翻，看来精力是缓过来了，已经不高反了。你第9天是吧？今天第8天，今天第8天，第8天马上要结束。你在这个阳湖很安静的结束我们的今天的旅程。今天状态都非常好，非常不错。明天就要回家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这里痛，我这里也痛。直到去了一次冰岛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美丽的地方。我们终于进拉萨了，这个应该就是达拉宫。我们现在终于到了拉萨的城区，非常现代，非常繁华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从无人区来到拉萨。OK， 第8天，终于我们来到拉萨这一个牦牛火锅，这也是我们将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。加油！加油！哭了吗？掉眼泪了，好了，掉眼泪了。哎呀，这鸡巴快水瓶遭老罪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是第9天。今天第9天，也是我们马上要结束的一天。昨天晚上熬夜喝酒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精神头。一会儿我们可能要路过布达拉宫，然后就要去机场还车。嗨，少安。嗨，杨 Sir。嗨，司机。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到布达拉宫了，我们的时间很有限，所以我们就绕一下，从布达拉宫开过，我们就要回家了。现在我们要赶到机场去还车。我们现在正在冲向东京口，因为租车害得我们非常晚才到机场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昆明机场，我们现在要转机。我跟杨泽浩要回北京，你要回哪里？我要回青岛，你要回哪里？我要回沈阳，我要回保定。OK， 那我们西藏之旅这一次就正式圆满结束。谢谢大家，再见喽，下次再见，顺利，拜拜。在电影《冈仁波齐》中有这么一段话：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。在海拔4000米的风里，我们看见有人一步一叩首，也有人背着相机，只是静静地站在路边。神山、圣湖都不是终点，他们只是提醒我们，在辽阔面前，人可以渺小，却不必迷失。我们学会接受平凡的自己，在缺氧的夜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在日照金山的清晨里重新拾起理想和信仰，继续热爱生活本身。这里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向前的路，而我们都在路上，踩着尘土、风雪，还有阳光。或许路的尽头是什么，从来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曾在世界的高处和真实的自己对视过一次。
大哥，我们现在到云南了，开启下一段旅程。云南 Day 哇 One。